台湾人应该80%都一定吃过的食材。猪油吗？不是，应该是。你怎么往那边去？公布答案好了啦。好。他拿的这个东西，我一个都没有吃出来哎。这里真的是台北吗？我真的很少在台北看到要排到这么长的队伍哎。我们大概可能估计半小时后可以吃到饭吧，大家先排队。而且听说这一间是就是台北很强的一间空肉饭。姐妹的空分，吃爆必比登，我是阿妹，我是小慧，欢迎收看《爆世姐妹》。去年8月呢，公布了米其林必比登的入选名单，全台呢总共有144家入选，这么多啊？没有错。然后其中台北呢就占了37家，非常的厉害。光是台北，就有3家新入围。哦，对，那我们今天呢会造访其中的2家，但这有2家，我跟妹姐一定是不会保的，2件而已。我们的制作费有穷到这样了吗？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我们的确是经费没有很多，所以制作人，因为我跟你说，所以制作人非常的贴心，帮我们新增了1家，而且它是连续6年入选米其林必比登的排队名店，这么久，没有错，厉害哦。刚跟你说这家有多厉害呢？它就在清水岩祖师庙的旁边呐，而且快到什么程度？我们5秒就到喽！来，镜头转一下，就在这里。来5秒，来5、4、3、2、1，好，我们到了。看我多近，就在这边。而且这个排队人潮也太夸张了吧！跟你说，这边不是人潮啊，人潮在哪里呢？转个弯，已经排到隔壁栋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真的是台北吗？我真的很少在台北看到要排到这么长的队伍哎。我们大概可能估计半小时后可以吃到饭吧，大家先排队。而且听说这一间是就是台北很强的一间空肉饭，已经有一甲子了，已经开起码60年了吧？那我们就吃一下一甲子的好味道，好不好？走，好长哦。我们估计我们看看半小时之后吃不吃得到。哇，好厉害呀！60年一甲子的美味呀！没有错。那梅姐，我们到底就是花了多久才可以入座用餐？刚刚是11点10分嘛，现在几点了？我们最少都半小时起跳。对啊，对。现在11点38，我们终于到这边来了。没错，多厉害，排好久。那今天它的品相真的蛮多的。我们现在喝一下暖暖的汤，因为今天干杯，刚好台北降温了。来，大肠猪血汤。我先吃一口猪血。哦，好暖和哦。猪血真好吃，很嫩。而且你不觉得它里面的料就跟它的人潮一样多吗？很多哎，这样一碗，偷瞄一下，60块，其实它的料满的。而且这边我刚看一下，外国客很多哎。没有错，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啊，就很多日本啊、韩国的游客都专程来这边吃哎。但它最主要的重点呢，就是这一碗控肉饭，号称台北最强控肉饭。哎，还有辣菜豆哎，我最爱的辣菜豆。对，辣菜豆，然后还有这个酸菜，它这酸菜是甜口的，好吃，用咖喱耶，超下饭的。菜包可以单买吗？菜包好好吃哦，可以等下拍摄的时候跟老板来预定一下了。菜包很棒哎。然后真正的主角就是这一块空肉了。他们的五花肉其实都挑得很好，哇，棒高，而且每一块都卤了，那个色泽都上去了。哎，这个酱色多入味啊，很透哎。干杯！耶！肥嫩。好吃，我可以理解了。这时候要赶快配一口饭，它的油好香哦。我觉得早餐吃这样一碗很满足。刚刚总结了它这么多的优点，我觉得肉质很重要之外，我觉得重要是它的卤汁。它的卤汁吃下去是有那种会回甘的感觉。比如说看你这个豆腐，豆干都好好吃哦。你看这块有多么的入味。它比豆腐还要再硬，但它比豆干还要再软，很介于它们之间。它的颜色完全是在豆腐里面，但你又不会觉得它过咸。然后你吃一进就是哇，满口的豆香跟酱油香，太厉害了！但除了空肉饭厉害之外，好像蛮多人也都会冲着它的挂包跟它的蛙桂来吃。它的蛙桂一颗只要40块耶，
我刚开始会说他们蛙桂这里太大颗了吧？好夸张，蛮大一块的。它的蛙桂很厚哎，有厚。它的蛙桂是本身里面就有调味过的，有的蛙桂里面是没有加一些什么酱油之类，它本身就会有，所以它的酱油膏相对的不用到太多，它本身就有淡淡的一些清甜跟酱油香气在里面。那妹姐，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那边蛙桂是这个颜色吗？都有哎，都有。有的是完全没有阿聊的，有的跟它一样会先把油松酥调好在里面的也都有。那一盘是哪一种？哦，我们那边的话几乎都是这种，就是偏白色，再来米好像比较偏白的比较多。然后上次去台南吃的是整个酱油加进去蛙桂里面，所以它看起来就是黑黑的。对，然后吃起来偏甜一点。吃这个蛙桂好像在吃它的米香。对，我更爱哪一个哦？都喜欢呢，怎么办？我懂，因为我觉得食物各有各的好吃，各有千秋，对不对？好满足哦！真的，而且真的会不知不觉把它瞬间吃光光。但就是还有2家米其林必比登等着我们去吃，而且还是首次入围。我们先帮大家踩点，走吧。接下来这家呢，就是米其林必比登，今年可是首次入围，而且呢，它才刚开不到1年的时间呢，简直是个大黑马。对，而且在它的外面就好好拍哟，也太完美景点了吧？是不是？真的。我们来拿手机拍照一下，太漂亮了。这间很特别的，好像是都卖熟食料理，对不对？对，我已经闻到味道了。好，我们赶快进去点餐吧。好菜上桌啦！每一样看起来都好好吃哦。真的，龟头小慧，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真的是太高档的 fine dining 的餐点，我们就需要请到最专业的人，所以呢，请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主理人 Robin。谢谢大家，谢谢。放眼望去啊，真的里面完全都是无肉料理，但做的看起来就好像是跟肉没两样。譬如说我们的干贝也好啊，还有这个素食外来肉也好，那像餐点的话 ，Robin 你会觉得我们要从哪边开始吃最适合？一定是先从汤品开始，因为这是一个天贝笋汤。天贝在植物性食材里面，它是非常算是高级的一种食材。它比较浓郁的是笋子那个香味跟甜味耶，然后里面有菇菇的香气。天贝就是这一块嘛，对，这就是天贝。你乍看会以为它好像是花生糖盛在汤里面，不过它是天贝，而且它其实它的单价也挺高，制成也不容易，你要购买也不这么容易。是。它有豆子发酵的清香味，对，你越咬那个发酵味会越浓越明显，但又不到纳豆这么让人觉得可怕。对，我觉得接下来我可以请2位试一下这个，有点像吃那墨西哥脆饼这样子，先用手掰了，对，掰的，然后小朋友们一片，大口的，那片给你啊，我再把它直接这样子，对，很阿萨里的一个汤匙卡下去就对了，然后就是一口，对，看起来很好，谢谢。我觉得这板板很漂亮哎，很像那个绿洲，有没有？我天哪，这也太脆了吧！对，很脆，你会吃到一个甜味，它都来自于食材本身的甜。这股甜味是从哪边发出来的？pepper 就是青椒、火红椒，它真的会刷嘴，而且你又加那个核桃里面，对，口感非常丰富，对，会让你嘴巴就是有一个停不下来的感觉。一般我们这样直接吃青椒、彩椒的那个甜味，没有那么高。而且我们直接吃蔬菜的话，是有那个蔬菜的生味。对，这一道其实我们叫做，虽然是叫做干贝，但是因为它只是长得很像干贝，其实它是king mushroom，去截取它最 juicy 的那一段，最肥厚的那一段，然后杏鲍菇的那一段。没错。其实杏鲍菇这个东西在素食跟蔬食里面运用度真的很高，它只要划几刀啊，会可以绑，比如说绑干贝啊，绑肉啊什么的，它运用度真的很高。是这道呢，它在烹饪的过程中，其实工序非常的繁琐。像我们绿色的就是绿咖喱，所以绿咖喱的风味，这个是明太子。明太子它是纯素的明太子，对，这2片呢它是醋酱，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起司，这个也是素的起司。哇塞，那下面搭配你是搭配呢也是我们自己炒的，对，它其实是有点像那个蹦逼汤那种概念。我要记一下，素食明太子是怎么一回事？
我在这边都听到你搅那个杏鲍菇的那个水声了，里面真的感觉超多汁的，而且我切开它剖面，满满的汁在里面呢。请问这个烤的工序的话，它是要烤几遍才可以，就是把水分都锁在里面？它其实不是烤，它是用慢火去煎，慢慢的去煎，然后反复的让它去翻面。对它不能一次火候太大，它那个水分可能会整个被沥掉。配上下面那个米旁的法台混合一道菜，法台混合，我觉得很棒。下一道，这个真的看起来就很台味咯。对，这看起来就是很台式。的确，但是吃起来没那么台式。我是带股奶香哎，它的芳味很浓，我香菇有点到提味的效果。你说它清爽，但还有很浓郁。椰奶的香气很重。对，椰奶找不到那种在一般家常菜或者是半桌菜里面吃到的味道，完全不太一样。对，一样是炖煮，可是它可以跳脱这种比较台式的这种口感，所以我们用了马来西亚的这个手法，用马来西亚的椰奶，然后去用这个新猪肉，看似是一个熟悉的料理技艺，但是吃起来它又是南洋风的那种椰奶，呈现不一样的风味。对。那还有我们这2道主食啊，对，也是很让我觉得食指大动嘞。而且刚刚其实我们摄影师有说啊，你把那个海苔拿起来，它其实是个台湾的形状。对，它那个海苔，我们其实只想要让它有个立体感啊。那刚好台湾正中间立体感就是中央山脉，那就是护国神山。绿咖喱通常都会比较偏辛辣，对。可是我们家的绿咖喱它是用那个糯米椒，所以它本身不会来的那么刺激。我觉得很特别，而且我觉得里面还有放那个切片的那个蘑菇嘛，对，所以咬起来有意外那个 juicy 的感觉，是，可是有一种惊喜在里面。而且你们家连海苔都有小心思，你们有用紫米铺一层底，对，它就不会后来因为 Lanky 的时候有倒掉。对，没错。然后那个米纸吃起来炸过之后脆脆的。我觉得你很观察到细节。因为一般来讲的话，你海苔放到后面一定不会站在那里。对，他会看，你是米纸哎，没错，好厉害！我觉得你们心思真的是大家都肉眼可见，然后又好吃，然后又健康，对。然后再来最后一个这个，它虽然是肉酱，但我们做法上这道反而比较偏中式。对，它看起来很西式哎，但是其实它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偏中式。那上面的那个肉排呢，就是新猪肉，里面的成分是大豆。我们家肉排好嫩哦，而且我们一般之前有吃过的植物肉都偏硬哎，因为可能是豆类嘛，所以没有太多的油分。它下面吃下去口感是扎实的，但是你们里面加了很多的蔬菜，对，所以吃起来它的口感比一般的植物肉还要再嫩一点。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吃起来没有那么的柴？对，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放了一点点豆腐。对，而且我发现除了在食材很用心之外，你们家连饮料都很用心。就像说我们要给饮料，一般拿铁啦、黑咖啡啦，然后什么摩卡是我们印象中有的东西。我想到这边不得了哎，它是咸杨桃，但是跟咖啡在一起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哎。而且这样子的黑咖啡，其实我真说真的，我不加糖，我也觉得它的苦涩会变成是清香，我反而觉得好接受哎。是。小慧的也特别，对不对？对啊，我的是荔枝风味的，而且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是可能有荔枝的香气，然后它是黑咖啡，结果不是，它里面还带有一点点那个荔枝的甜味在里面。我想问一下，其实我只有看到那个 menu 上面，其实有些都会很常在改，所以像这边会很常不定期的更换菜单吗？对，因为人体要健康，当然除了我们平常很讲究我要怎么去吃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着节气走，最主要就是在讲2个东西，就是吃当季吃当令。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每一季都能够做一些食材上面的调整，然后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做一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大家看到我们桌面上的东西呢，跟你们来说可能不会完全一模一样，但绝对呢是以当季食材呢最新鲜的提供给大家。明姐刚刚真的是吃的很意犹未尽，真的呢，好想再吃点什么哦。当然，现在我们要来吃，就是也是今年首度入选米其林必比登的店家。真的吗？在哪里？在这边，它很隐秘，但是我跟你说，这件很特别的是啊，它是以法式烹煮的方式，然后结合台湾的传统板豆菜啊。然后用了个人套餐，这么隐秘吗？而且我看不出来里面是店诶，你确定哦？没有错，这边就是门，我帮你开门。好，谢谢。这边请进。哇，真的看起来都好精致哦。
完全是我们没有触碰过的料理。对，但是这么精致的料理，我们还是请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欢迎杨主厨，欢迎杨主厨，中间请，麻烦你。你好，你好。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怎么会想到说把台湾的传统板豆菜用法式烹煮的这种料理方式呈现出来？主要是我们家的关系啦，家里是这中破塞的家族，所以你从小就已经在就是很多就是板豆菜的对，在这熏陶下环境下长。所以从小就当追卡啊。可是我是做法国菜，哦，完全很跳脱、很洋派的追卡呢。对所以家里面的人也很支持你，就是往法式料理这条路去前进。对他们觉得有不一样的尝试跟突破是比较好。对，但是它是有融合一些元素啦，比如说我们一般我们是传统版的料理，一定要有一些开胃小点嘛。所以开胃小点你也是有，但长得特别的不太一样。对，比较可爱一点点。我们是用五福拼盘的概念来做一个呈现。这边的话，我们就5种不一样的食材，它也代表了5种不同的味型，是有酸甜苦辣鲜。这是辣吗？对，但是上面的酱汁会有点辣。这是粉猪皮吗？猪皮。哇，你不要看起来好像辣味美乃滋哦。对，它有点辣。这么精致。平常有吃辣吗？我很喜欢。那就好。很脆耶！它猪皮味道好浓厚哦。我觉得很香哎。而且那个辣椒真的还不赖，有辣哦。小虎你还可以吗？东南亚的辣椒。OK， 我沾到一点点。OK。但是我很好奇，这个是杏鲍菇，我们用发酵的味噌酱来做它本身就比较甜口一点点，也是很保水又 juicy 的。那它选的话，这我比较看不出来。这个它是很经典的一个食材，它叫虫草花。在半桌它通常是跟鸡汤一起煮的，就那一锅那个五谷鸡汤里面会出现。对，但是我们今天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它。如果你不讲，我以为它是金针花，类似的概念，它有点酥脆，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沙拉。主餐的话也蛮多种，我们建议先吃哪一种？我们可以先吃我们前面这是我们的招牌菜，那也是这一次我们得奖的一个料理，它是蜜汁排骨。那这道菜是我们家里过年爸爸的一定会做的一道菜，但是有稍微改版了它。我们旁边是金枣的果酱，传统要不有那么多藜麦吧？对，我们在外面放了炸过的藜麦，它代表一点酥脆的口感。那蜜汁里面是柴鱼跟法国的雪莉醋做的酱汁，那个脯面超好吃啊，好嫩哦，里面。对，那你可以直接拿起来啃，没问题。粉嫩的哎。那它是带骨猪腱，那是猪的后腿的部分。那一只猪就刚好就2只，非常的珍贵的部位，超好吃。它为什么可以做到里面的肉可以这么嫩呢？我们就是稍微先炖煮，低温的炖煮过之后，再简单的去油炸它，然后再做酱汁在外面。而且为什么会想到可以把红藜麦裹在外面，当成是那个炸粉？取代那个炸粉酥酥的那个口感。餐厅的做法跟爸爸在家里做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想要还原出那个脆的口感。然后就试到最后，觉得这个藜麦的效果还不错，我们就这样做。藜麦我们比较常接触的都是入菜，是用湿的方法去做，对，用那干炸还是第一次，而且没有想象中过硬的口感，反而是酥脆，有点像许家面包粉的感觉。对，类似，而且感觉也蛮健康的。那片鸡腿酱其实很解腻哎。对，爸爸来说，我们刚刚那个猪肉它是肥肉成分蛮多的，但我们自己爱吃肥的不觉得，但毕竟有些人没有那么喜欢那个比较肥腻的口感。你这样鸡腿酱反而觉得很清爽，很抵掉能腻的感觉，对，好厉害，好吃。那还有眼前这个呢？这个是半桌一定会有的全鸡嘛，但通常是10个人去分一只鸡，就很难真的吃到自己喜欢的部位。所以我们今天把整只鸡做在里面，在最下面是有一个咖啡色的抹酱，它是内脏做的酱汁，搭配了鸡腿跟鸡胸。然后我们把鸡翅做成了棒棒糖的样子。哦，这是鸡翅。对，鸡翅。然后旁边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饼干，它是鸡皮做的一个脆片。哇！然后酱汁我们就是鸡骨跟鸡冠做的酱汁。这是鸡皮耶。对，所以我们今天全部的整只鸡都运用在这道菜里面。大餐总是把很多的细节拆开完之后，再重组成一道料理。对，就是也顺便就是零浪费。另类的全鸡料理，对，全部最精华的部分都在里面了。我觉得换了个方法做，我完全吃不出它是鸡皮耶。要是把多余的油拉掉之后，把它压着进去烤。那这样杨主厨学法式料理大概几年？
可能21年左右。21年，你几岁？你看起来超年轻的。现在38。可是耳濡目染啊，很冻龄哎。对，从小都家里面熏陶，就从爸爸爷爷那一代到现在，所以对食物的基本概念都有。对，对于味道的深度会比较有一些概念。嗯，鸡胸完全不踩。那你咬的那个感觉，就知道。有酥肥感。我的眉头没有皱，代表它是很好吃的。然后另外好奇的是，怎么可以把鸡翅做成这个样子？这是鸡翅里面的小骨。对，中间的那一节，然后我们把粗的拔掉，留细的。哇，很锁汁哎。这个就我们印象中吃到炸鸡的味道了。对，我们用一些比较大家熟悉的腌料来做的这样的方式。哦，腿肉的部分看起来也很 OK。哎，鸡皮的部分是还有在烤，稍微煎过，对不对？煎过。哇，色泽超漂亮的。这真的是你不跟我说它是鸡翅，我也想不出来。但是有一种正鸡翅的一种快感。对。超 juicy。然后再来还有甜点也很厉害，对不对？我们的甜点非常有趣。这个。对，没错。它是我们台湾人应该80%都一定吃过的食材。也有那个咸咸，它有点像那个海盐椒海盐。就不在那个有种奶茶嘛，海盐奶茶上面那个奶盖的奶盖海盐。它里面有焦糖吗？有焦糖、牛奶糖、太妃糖，然后海盐，然后小美冰淇淋的味道。有一种我们从小吃到真有牛奶糖的味道。牛奶糖，这些味道都是我们刚刚形容那些味道都有运用在里面，但都没有加这些材料。啊？我们用的是中间这一锅。以上讲的全部都没有？都没有，但吃起来会有这样的风味。对啊，吃起来有哎。它是调味料吗？还是它是食材？它可以当调味料。它可以当调味料。很想猜。猪油吗？不是。应该。你怎么跑那边去？好歪。你有点远嘞，拉回来。颜色很像。公布答案好了啦。好。豆腐乳？是的，没错。我们把牛奶跟豆腐乳加在一起做的这样的风味的奶霜，吃起来就会有我们刚刚想象的这些味道。他拿的这个东西我一个都没有吃出来哎。那呢？因为我们在做法国料理的甜点的时候，在最后我们都会加点海盐在上面，去增加风味的层次。对。那你在想说有没有什么食材可以代表台湾，然后有一样的效果？哇塞，我完全不会想到它跟法餐有任何的关联哎，而且还是把它融入到甜点里面哎。我觉得可以想那个东西也是很代表台湾的。是。臭豆腐如何？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来吃个臭豆腐？会有臭豆腐甜点吗？下次研究一下。那个研究好，记得联络一下我们制作人。好，我们再来一次。可以。而且他们甜点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小黑旁边那个。没错。这个就是 petit four， 就是最后的小点心。马德莲还有牛轧糖哎。然后还有饼干，这样不一样的风味。而且你们家真的很有台湾味呢。你看这个不是我们市场拿来包大蒜、包洋葱的那个网子，有没有？是，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发酵辣椒酱，要当做是伴手礼，然后让客人可以打包带走。哇，好用心哦！真的感觉真的是来吃了一餐那个板豆一样。对啊，而且你知道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又才刚开没多久就获选了必比登，对不对？是。哇塞！就这样呢，我们的必比登名单又再增加了3间，我们应该超过20家了吧？制作人已经超过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这4家都很特别，从一开始我们最传统的台湾味，到后面这2家呢是比较挑战，也算突破我们的印象的必比登的美食。我觉得是在更创新的。对，那当然呢，大家可以知道，也就透过我们节目知道，原来必比登它含的 range 很广泛。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什么话呢，也可以照着我们的节目的脚本、我们的菜单，跟着我们一起去吃。那如果你有知道什么必比登是我们还没有吃到的美食，而你很喜欢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说，我们制作人应该会带我们去吧。没有错，可以的话。但我真的很开心，就是可以就是拖着暴食姐妹的福吃遍就是米其林必比登的名单，也很期待这企划可以继续的拍下去。是的，好啦，那么希望你们喜欢我们这一节节目咯，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拜拜，拜拜。